如果有一天全球不再把美元当作最信任的货币，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二战以来，美元一路称王，现在开始，美元已经有走向衰退的迹象。我们现在是不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带你穿越几百年的货币兴衰史，揭开货币信任与历史周期的故事脉络，帮助你在美元地位可能衰退的未来做好准备，并找到投资新方向。在金融世界里，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，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永远主宰世界。回顾过去500年的历史，强权帝国兴衰更替，主导的货币也会跟着兴衰。荷兰的盾、英国的英镑、美国的美元，先后成为不同时代的世界储备货币。每当一个帝国达到巅峰后，它的货币优势最后都会没落。美国对冲基金大师达里奥的研究指出，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军事上称霸全球时，它的货币也会称霸全球。但是随着债务累积、竞争者崛起，甚至战争与社会动荡，货币霸权迟早会被新的强者取代。所以历史周期告诉我们，货币的领导地位不会很久不变，反而是建立在信任之上。只要这份信任出现裂痕，新的货币会慢慢代替。我们从英镑开始讲一下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，英国凭着日不落帝国的实力，英镑曾是全球的信用货币。当时英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首位，全球贸易和殖民地市场都使用英镑结算。英镑当时是国际金融的定海神针，但是2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。英国为了要支撑战争开销，大举举债，用光了黄金储备，打完仗还欠下一大笔债。由于经济衰退和金本位制的崩溃，英镑就慢慢的失去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需的稳定信心。在1946年，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，英国被迫签署英美贷款协议，允许英镑自由兑换美元，这样进一步削弱了世界对英镑的信任，加速美元取而代之。最后，英镑就被美元踢下了世界货币宝座，美元的货币时代正式开始。那二战结束后，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，拥有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。1944年，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以美元做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，美元与黄金挂钩，其他货币再跟美元挂钩。在这套体系下，美元成为准黄金，各个国家的央行可以跟美国用35美元兑换1盎司的黄金，令其他国家对美元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基础。就算1971年美国因为自己的财政赤字和黄金外流的压力，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和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，美元经历了短暂的剧烈震荡。因为它的国际地位和石油还是用美元结算，美元还是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。但是美元霸权的稳如泰山，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动摇，像当年的英镑一样，挑战往往在不经意间逐渐累积。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人讲美元霸权衰退，为什么呢？核心还是在于信任2字开始动摇。首先，我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统计看到，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中，美元的占比已从1999年的约71%下降到2024年第1季的58.9%，创下近30年新低。这里就能看到各国央行正在减少持有美元，增加其他资产，美元在官方储备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滑。同一时间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去美元化，在国际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结算，改用本币或其他货币交易。例如，俄罗斯和中国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石油，巴西、阿根廷等等国家也在探讨用自己的货币来贸易。这些国家让我们看到，美元长期以来独占的舞台开始出现其他演员，这个是全球外汇储备构成的演变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美元储备占比在过去20多年中明显滑落，而欧元、人民币逐步增长。美元份额从1999年的70%以上降至如今不到60%，虽然还在榜首，但是已经没有了以前有压倒性的优势了。
与此同时，自从人民币在2016年加入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，也开始在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有一席之地。另外，其他货币的占比提升，也显示出国际储备体系越来越多元化。这个变化背后，就是世界对美元信任度已经有变化了，大家不再把鸡蛋只放在美元这一个篮子里了。除了数据面的变化，美元信任度下降还有几个深层次原因。第一，美国本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。这么多年来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，享受着所谓的美元霸权。美国可以不断的就向全世界发债印钞，但是这个会导致美国积累了天文数字的债务和持续的贸易逆差。截止2024年底，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突破36万亿美元，相当于 GDP 的121%左右，创下二战后新高。光是从2019年到2024年，短短5年债务就暴增超过50%。债台高筑意味着什么？要么还债，要么继续借新债还旧债，或者干脆让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来买国债，也就是所谓债务货币化。近年来，我们确实看到美国走上这条路的端倪，不断发债，财政赤字高企。为了不让金融市场动荡，美联储一次次出手买国债救市。讽刺的是，当美国用印钞和金融制裁来维系美元霸权的时候，这些手法反而加速削弱美元霸权。其他国家看到原来美元可以被美国当作金融武器，也会因疯狂印钞而贬值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做好准备？所以有一些国家开始减持美债，增加黄金和其他货币资产，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。第二，全球政治与政策的不确定性。近年，美联储政策加剧了全球市场动荡。2020年疫情后，美联储大放水，结果通胀涨了很多。2022年开始连续加了2年息，全球资金流动剧烈震荡。不少发展中国家因为美元走强而货币贬值，资本外流，经济苦不堪言。这样的剧烈转向被形容为从大放到大收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跨境冲击波，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。简单来说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让其他国家吃尽苦头，加强了大家发展自己货币渠道的决心。同时，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制裁，冻结其他国家美元资产的行为，也让其他国家开始未雨绸缪。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，美国冻结了俄罗斯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这个金融核弹的威力震慑了全球，其他国家都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元储备的风险。明天这种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？因为这样，包括中国、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结算机制，沙乌地阿拉伯等等的产油国也改了态度，考虑接受以人民币非美元货币来结算石油。这些做法减少了对美元的依赖，所以我们能看到美元在全球金融舞台的中心位置可能将逐渐退让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来进行交易。当然，我们要知道，美元的退场不会是瞬间崩塌式的。现在全球外汇交易、商品计价和储备，美元还是主要使用的货币，而且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短期内难有对手。所以美元的衰退更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会是戏剧性的一夜消失。就算美元在全球支付和储备中的主导地位可能会逐渐下滑，但是到2030年预计还能维持在50%左右，欧元月略回升到25%左右，而人民币就稳步成长，占比可能有5%到10%。但是距离33%的三分天下格局仍有相当距离，所以美元还是单一最大的货币，只是不再像从前一统天下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回顾了从英镑到美元的历史更替，分析了美元现在面临的信任挑战。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，现在很有可能又一个货币周期转折的关键点。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如果美元的霸主地位真的走下坡路，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投资策略，保护我们的资产？第一个，分散货币风险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避免把所有资产都集中在单一货币。
以前很多亚洲投资人习惯用美元做避风港，觉得美元资产最安全。但是在去美元化趋势下，美元资产的吸引力相对下降，全球资金流向发生改变，要做好风险管理。第二个，港股和中概股。虽然现在港股、中概股已经反弹了不少，但是从估值来讲还算比较低。随着美国加息步入尾声，美元转弱，国际资金逐步回流亚洲市场。同时，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出救市政策，要求企业做好市值管理。在2024年9月24日宣布一系列刺激政策，港股涨了超过27%，上证综合指数更是涨了超过30%。所以，提前布局中港资产，可以享受未来估值修复的红利。第三个，大宗商品及相关股票。通常美元走弱的时候，国际大宗商品，例如原油的美元计价价格会相对上涨，资源类股票，例如矿业公司、能源企业等等，这些板块通常都会受益。另外，现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也在慢慢转变，越来越多石油等等的商品开始尝试用非美元货币计价，这个会削弱传统石油美元体系对商品价格的垄断。例如，如果未来部分石油用人民币计价出售，持有相关的资产会直接受惠于人民币的升值和区域需求的增长。第四个，贵金属。我们能看到近年来各国央行不断的增加黄金储备，全球央行在过去连续3年每年都净买入超过1000公吨黄金，比前10年每年400到500吨的平均水平都高。这个在告诉我们，黄金的重要性正在提升。所以无论透过实物黄金、黄金 ETF 还是黄金矿业股票，在资产中配置一定比例的黄金，都能在美元走弱、通胀升温的情况下，给投资组合上保险。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美元一个货币篮子里。最后，投资房地产信托，它的优势是能以低成本轻松参与房地产收益，稳定享有租金配息，有抗通胀特性。房地产信托的收益透明，而且不断派发利息。跟实体房地产不一样，房地产信托流动性高，不用像买房子那样要用一大笔资金，比较小的资金也能参与，能够让投资组合多元化，分散风险。另外，房地产信托是涵盖商业大厦、物流、住宅、医疗设施等等产业，能够抵御经济波动，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理想选项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，美元的时代是不是正在走向结局？我们又怎么办？历史给了我们宝贵的借鉴，曾经的英镑最终退居2线，美元接棒成为世界货币。现在美元也走到了必须自我革新的关口，我们不需要对美元末日论过度恐慌，但是也不能过度迷信，美元永远最安全。最明智的态度就是认清大趋势，了解市场，做正确的事情。而我的选股5部曲结合了我超过30年投资经验和选股逻辑，教会你有系统的看通股市低买高估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请大家一起互动，你认为美元霸权还能持续多久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策略，我会亲自阅读每一则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赞分享，让更多朋友受惠。也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影片通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